忍、前方に敵だよ。行くぜ。勝負どころだ。一気に決めようぜ。胆空神剣。每次 CCS 出新品都是钢之魂在燃烧啊，然后就预定了，结果每次剁手都要被这个体积和分量给吓晕，再这么出下去的话，那不得租个仓库啊？那今天我们来玩的就是 CCS 最新出品的激战30特供设定版究极断空我。这次的盒子也是大的离谱啊，我这背景板又不够放了，大伙就只能将就一下这凌乱的桌面了，那就赶紧来带大家开箱看一看这次的内容物吧。那说起这台机体啊，老玩家可能很陌生，什么时候还画出了这么一个设定来了？其实这是四田和大张给激战30特供的设定，是断空我和大龙牙合体后的新机体，只不过游戏里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细节，就 GSC 家的 The 合体系列把这个设定给做出来了。如图所示，就是大龙牙的机器人形态，另外也能变成这种飞机的形态，以及这种兽形态。至于这像不像龙，很抽象。那拆散以后和普通的断空我结合后就变成了究极断空我了。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是名字虽然很绕，但是这一台和那个黑鹰合体的终极断空我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。那说回正题啊，这次的 CCS 依然走的魔改路线，但并没有还原变形合体机构，不过零件还是一如既往的拆散了，需要自己先组装起来。那我就当它是合体啦。那全部组装完毕后的造型便是这个样子了。我几乎 CCS 出的每一款都有买，但这一台应该是分量最大的了吧？大到开24毫米广角都只能放下上半身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而且每次 CCS 给的含铁量都极高，搞得每次把玩之前都要先吃点增肌粉，不能浪费锻炼的机会啊。那这次究极断空我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刚刚合体上的各个大龙牙的部位其实都有可动机构的小巧思。比如脚上的2个战车虽然没有合体的机构，但作为尾巴的部分炮管还是给了独立的转动。手背甲上的龙爪也具备展开可动，小腿两侧的这个龙鳞甲的刃片也是具有独立可动的。前脚掌的这个大刀可以转动，不过不止如此啊，2个脚趾头的部分也是有一段独立活动空间的。背包的推进器喷口部分应该是龙爪，而这个龙爪的部分是具备联动展开机构的，内部喷口也给了金属红的涂装。而全身上下最有槽点的应该就是这个裤裆的龙头部位了，那这是真的龙头啊，不仅有张嘴的结构，张嘴还有联动，里面还有炮管，打完一炮就能缩回去，然后往下垂，收纳起来非常的拟人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断空剑的弹出机构，非常简单的一个弹簧开合装置，但 CCS 没有马虎给完全还原了出来，真的是有钢之魂的公司啊。另外其实这个剑柄还藏着小秘密，这个剑柄的头部是所以可以吸在合金剑上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那这次的大龙牙的这些银色刃片的部分，包括背包机翼翅膀的部分，刚刚手腕甲的后方，小腿甲的后方，脚趾零件的后方，以及头部的后方都给了一个电池仓。那 CCS 这次自然也是把电池都附上了，不用再单独去找这些奇怪型号的纽扣电池。那全部安装好后，除了头都是按钮开关以外，其余的部分都是可以通过刚刚的剑柄，通过磁吸开关的方式点亮的，而且开关是很敏感的，不需要在附近摸索半天找不到地方。那全部点亮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老实说，其实这个效果我个人觉得一般，尤其是点光源的亮度并不均匀。虽然有一种根部血液蔓延的渐变感，但红色给的是鲜亮的粉红，而且亮度不算很高，只有翅膀和眼睛的部分算得上是不错。不过激战的动画中也确实就是这样的粉红色，所以也只能说 CCS 是在还原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。除了刚刚的刀刃部分外，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加入了发光的机构，就是断空我的另一个杀招断空炮。那这个部分实际的亮灯表现就非常的惊喜了，非常亮的鲜红色。炮口点亮之后，把整个炮身向前翻折，就能实现开炮的造型了。炮台根部有一段转轴是可以平转的，摆这个开炮的造型也真的是庞然巨物，我这台面上是真的放不下。那介绍完这些小巧思，剩下的配件就是常规的手型了。除了这次给了开掌的利爪手型和一些武器的握持手，也依然给到了一对五指全可动手，依然是优秀的涂装和造型。另外还有一对合在一起固定死的握持手，把断空剑的末端拔掉就能套进手型里了。实话说，以前摆双手握剑真的挺麻烦的，能给这么一个造型手，只能说 CCS 做产品的时候确实是有够细心的。
不止如此，手腕的替换这里可以看到插装是半圆弧状的，有一面是平的，那手腕这里也能看到孔洞的防呆设计。这样设计是因为手腕的平转是放在造型手内部的，不用原装则是保证拿剑时手腕的成立。另外，这把断空剑的变形其实从开头的定格就已经展示过了，在还原设定从翅膀上分离合体外，还加入了变形延长机构和剑本体拉伸后露出的孔洞结合，就能变成这把超长的断空真剑了。不过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配件必须是这一次的替换脸，而且这次替换脸还用上了磁吸固定，感觉 CCS 家真的是非常喜欢磁铁啊。当然了，刚刚这一句是褒义的赞扬，磁铁真的是很方便，效果也很好，而且这一波直接给了3个面雕，每个面雕都做得极其优秀，即便这是个机器人。大家都知道我此时想骂谁。总而言之，除了魔改造型这个事情见仁见智以外，像 CCS 和魔兽这样的厂的出品，这些细节涂装、分色和造型锐利度真的对万代是碾压的。更何况如今阿代涨价如此之离谱，你说这么一大坨比哑铃还重的玩意儿，还有如此的漆面，竟然价格比 MB 还便宜，求求戴哥放过高达吧！什么？你说这么大的东西可动肯定不行？来展示。首先脖子下段连接处的台面就给了一段15度的抬起可动，低头能够轻松的超过30度，直到鸟嘴扣到胸前，抬头同样也能轻松超过30度。这个脖子的摆动感觉是超级的灵活，左右也能达到30度的歪头。左右的90度平转自然也是毫无压力的。胸前的这个大胸甲给了30度左右的前后避让空间，而且可以看到金色部分的联动滑动。另外里面的鬃毛部分也给还原了出来，并且可动。为了方便展示，这里还是先卸掉胸甲。那这里可以看到大臂根部的前伸机构能够向前大概20度，向后摆大概30度。大臂根部360度转动无压力，但实际上会有胸甲和背包的干涉，所以转动时要避让开。侧平台肩甲会和龙爪的这个刀刃干涉，避让后能轻松上抬超过90度，而且可以看到有2段的上抬。大臂根部360度旋转无压力，但是由于关节太紧，加上干涉严重，这里就转动意思一下吧。同样，小臂的上段也能转动360度。曲肘可以看到红色透明件部分的内缩避让，双段曲肘关节加起来有135度，对于这个体型的机体来说是妥妥的够用了。最后手腕这里也做了一个4向的摆动关节，前后大概30度，另外左右也能摆动，而且幅度也有30多度，真的是非常的优秀。而腰部在背负如此厚重的上半身下，依然给到了2段共45度的弯腰，同时挺胸也有30度的幅度，甚至还给你在上半段做出了左右30度的侧摆范围，你说这扯不扯呢？而且关节的阻尼调教也不错，不会跟着大背包乱晃，同时腰部左右的90度平转也无压力的被保证了。前踢能很自然的达到90度，把持力度非常的优秀，这么重的脚也稳稳当当。不过后踢做了神秘的特殊限位，我这里只能向后摆动15度左右，不知道是哪里用力不对还是怎么样。侧踢75度轻轻松松也是稳稳当当的固定住，阻尼这次调的真的是不错。另外大腿根部给了360度的平转。屈膝不仅给了漂亮的联动结构，幅度也是来到了接近135度，整个屈膝的造型也是非常漂亮的。脚掌可以左右旋转一定的范围，小腿的下方有个小盖板，可以翻起一段做避让。脚掌向后翻能超过30度，接近40度，不过向前倒是没有给任何的可动性。不过倒是前脚掌给了一段30度的上抬幅度作为弥补。接地就比较的一般了，只有向内的30度多一点，可能还是考虑到重量的问题，所以不敢给太大吗？最后机翼的部分也是给了一些简单的上下前后的摆动，下方的翼片基座也是比较灵活的，可以调节多个角度。可以说像这样满是干涉和尖刺的造型，要是交给戴哥做，那估计可动都是90度，点到为止就不错了。而 CCS 交出的答卷则超越了激战动画里的不动明王，虽然在空调房里拍的大汗淋漓，但这次的定格依然给拍了个爽。整个产品除了太大太重，我确实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。不过有些到货的兄弟说象牙按不进去，背包的机翼装不上，我一开始也很担心，不过我这台收到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是我中奖了吧？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评测真的花了好多的心血，希望各位同好们多多点赞支持，那么大家下期再见。